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，美国消费金融保护局可能对摩根大通银行在处理 Zelle 支付方面的调查结果予以处罚，该银行估计可能损失高达17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自2010年以来，退休人员的购买力下降了 20%， 每月需要从社会保障金中获得370美元的补充才能弥补损失。接下来，可口可乐支付60亿美元税款和利息，继续申诉长达17年的税务官司，认为将赢得诉讼。让我们关注2025年福特 Maverick 皮卡推出混合动力4轮驱动 AWD 选项，迎合市场需求。AWD 是混合动力客户要求的首选，有助于提高北方和东海岸地区的销量。下一条，巴菲特大幅出售苹果股票，现金储备飙升至2770亿美元，但伯克希尔哈撒韦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创纪录。由于巴菲特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现金储备已连续7个季度净流出，可能反映了对美国经济的担忧。下面这条，尽管就业增长创纪录，但失业率上升引发衰退担忧。萨姆规则预测衰退，但专家认为这次可能不同。然而，投资者担忧加剧，股市下跌，可能预示经济软着陆难度加大，引发对美联储加息后引发衰退的担忧。接下来，8月17日起，美国房地产行业重大变革 ，MLS 不再允许卖家经纪向买家经纪支付佣金，买家卖家可自行协商经纪佣金，或促成房地产价格下跌。让我们关注英国新任财政大臣雷切尔·里夫斯将于下周访问纽约，会见花旗首席执行官简·弗雷泽和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夫·施瓦茨曼等华尔街高管。里夫斯此次出访旨在促进对英国的外国投资，并讨论对私募股权行业增税等事宜。接下来这条， Dojo 是特斯拉为训练自动驾驶神经网络定制的超级计算机，旨在实现其完全自动驾驶和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的目标。下面这条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确表示，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可能降息，距离选举日仅7周，他已做好准备应对随后的政治反弹。接下来，夏威夷州长宣布达成40亿美元和解，解决去年毛伊岛野火引发的诉讼。根据和解协议，仍需法院批准。7名被告将向约2200名受影响方支付40.37亿美元赔偿，包括提起诉讼的受害者。接下来，中国经济今年依赖工业生产保持增长，下周数据将显示这种支持的强度。出口数据可能显示7月份有所增长，贸易是经济中罕见的亮点。然而，制造业调查数据不稳定， Kixin 指数意外下降，表明前景不明朗。下面这条，美欧经济担忧升级，债务投资者加码购买企业债违约保险，信贷违约掉期交易量激增，经济数据疲软和公司收益不佳加剧了市场担忧，机构建议通过信贷违约掉期指数对冲风险。接下来这条，伯克希尔哈撒韦减持苹果公司近 50% 的股份，第二季度股票抛售价值755亿美元，现金储备达到创纪录的2769亿美元。尽管此前苹果股价上涨，但巴菲特在股指创下历史新高后开始抛售股票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据报道，艾伯丁投资公司首席财务官杰森·温莎有望成为下一任首席执行官，前任史蒂芬·伯德已离职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